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一博，你现在是不是特别不适应？不在我身边，我这手一抬打到你，现在完全打不到那个闪的那种感觉了。一博的笑点都在我身上。一博，你还有笑点吗？还有笑点吗？等下你就知道了。陈叔老师好，没吴尊老师，小爱，欢迎黄轩老师，欢迎。这个完美关系现在我们台播的特别的好，特别热播剧嘛，热播剧。对啊，一边热一边播。很热。前2天那个2月2龙抬头，黄轩老师剪了头发没有啊？没有，我在这儿已经2个月没剪过头了。嚯，已经很长了，这么长了。对，我跟对联似的啊，真棒！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购物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购物的倾向也是各式各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突袭天天兄弟和几位嘉宾的家，看看他们到生活当中到底都买了些什么。哎呦喂，这么干净，从来没做过饭，真棒！冷冻冰箱，好像酒店的那很厉害的地方哈。吃饭的时候最多大概能有多少人一起吃饭？14个15个吧，每天15个人吃饭。对，哇！我就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安安静静的拎字帖，写字儿，写完我就把它合起来，有时候跟拍博物馆一下。对，这个就是黑白灰，黑白灰，然后上面是帽子。这是个专柜吧？哇，这是你们家呀？我每件衣服都是我自己手熨出来的，把所有的鞋用那个84把鞋底都擦干净。哎呦我的，是新的吧？袜子，哇，都叠成这样，哇，这是什么？都叠成这样，根本就没法比。我都不敢相信。你别看乱成这样堆成山，但是我还是有分类的，有脏的，还有脏的但是能穿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我特别记得峰哥曾经买过一床被子，不是羽绒服，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绿的，穿的跟一个风油精似的啊。今晚天天向上。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能过出不一样的精彩。大家好，这里是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找工作呢，我们还是上58同城啊，找工作找得非常快，当天就能够入职58同城，招聘行业的领导者。这么录着，大家都有点不适应了吧？还是想念观众，对不对？对，想念舞台。一博，你现在是不是特别不适应？不在我身边，我这手一抬打到你。有没有那个闪的那种感觉了？对，现在你完全不用躲了，身体的机能已经对。一博的笑点都在我身上。录节目，一博你还有笑点吗？对，平时这个笑点还能天天笑。今天啊，和我们云相约的几位老师啊，有黄轩啊、陈树以及吴尊，还有张天爱，我们掌声欢迎！哇！陈树老师好，老师好啊！陈树老师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一墙角，是角落里，因为这干净，不然串了。但这还能有个台灯给支个光啊。角落里比较暖和，90度嘛，有90度，特别暖和。那平躺呢？平躺180，平躺180度，转着圈360度。陈树老师好像是湖北人啊。对，我家是湖北黄石，距离武汉高速公路70公里，其实离武汉很近啊。这次疫情武汉封城之后，紧接就是鄂州、黄冈，第4个城市就是黄石。是对。
我的父母现在还在黄石，不过老人家一切都好，安安心心的在家里待着，安全最重要，都还蛮好。所以您每天基本上都会关注湖北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对，因为比方说武汉也有一些亲人亲戚，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其实也蛮揪心的，自己又做不了太多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把自己先安顿好，情绪不要波动，照顾好健康，看看能不能做点其他的事情，支持到家人，支持到疫情当中的其他事物。对，因为子女的这种情绪的稳定，直接影响到父母的情绪。对，我几乎天天跟我爸爸妈妈视频，但的确老人家因为情绪也很好，我还老表扬他们，我说气色很好啊，我说今天有没有吃什么呀，看了什么电视剧有没有啊，等等等等，就跟他们聊聊天。哎呀，我觉得刚才您用的那个词特别的温暖，就是表扬，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是期待着爸爸妈妈表扬我们。等着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其实特别期待我们表扬他们。对你夸他们可高兴了，他们就觉得特别有劲儿。对对对，是吧？是。我妈妈现在在家里学吹葫芦丝，哎呦，吹的那个叫一个差啊，不，吹的那叫一个好啊，吹的特别那个。要表扬。对，我母亲已经快80岁了，然后从60多岁开始学拉二胡，70岁开始学吹葫芦丝。你只要表扬她，她会特别热诚投入的去学习。他就会变得很年轻，因为他在追求。对，因为他有爱，对，有那个爱又变得让变得自个儿更加有活力。对，哎呦，刚才您用这个词，太棒了，表扬老人家。哎呦，欢迎黄老师来了，欢迎。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黄老师这个偏分已经分到真的是很分，真是好，厉害。2月2龙抬头，王轩老师剪了头发没有啊？没有，我在这儿已经2个月没剪过头了。哇，那发型还能保持的那么好啊？自己就是托尼老师。已经很长了，这么长。对，跟对联似的啊，真棒！您在哪儿呢？我在山里。山里。对，浙江的这边一个山里，我本来是约了朋友过来过春节，顺便休息几天，谁知道赶上疫情了，就一直待在这儿没动了。因为这几位老师呢，有一部主演的剧叫做《完美关系》，这个《完美关系》现在我们台播的特别的好，讲的是一个公关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戏吧？对，我演的是这个公关公司的副总裁，黄旭演的就是这个连续4年获得独立公关人奖的这个青年。本来想踏踏实实看的，结果最近反正也好多事儿，也不是挺都能够准时看。攒着，然后一下子看完，这样比较过瘾。对，那时候弹幕更多，弹幕特别多，然后看着特别过瘾。哎呦，来了！哎呦，欢迎胡尊老师，小爱，欢迎。哇 ，Hello， 欢迎。哎呦，你看小爱那个布置的特别讲究啊，边上还有花啊，像采访酒店大堂的感觉特别好。欢迎光临。特别好看啊！前锋的头围是小爱的腰围，对不对？前锋曾经有一次，那个瞎说，我可是有证据的。腰围，我希望有惊喜。58.5，跟我的头围差不多。不，你还大一点。我多少？59。哈哈哈哈！这下你有什么想说的？吴尊老师，这是在家里的哪一个位置呀？我现在在文莱，然后呢，在家的一个小客厅。对，不能工作嘛，所以我都多一点时间可以在家里哦，然后跟家人在一起。对，吴尊老师，我能问您个问题吗？您是在用手拿着那个手机吗？您累吗？对呀。他文莱没有卖支架的，对吗？你看啊，我们这个节目要录4个小时，然后一直挤3个小时。这个吴尊老师肯定是现在是一个完美角度，45度完美角度，好累啊！那一种什么自拍杆啊，还是放手机的那一种东西了，没关系，我有换手，没关系，我有换手。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一天呢是3月15号，就是消费者权益日啊。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大家在特殊时期有没有对大家的消费观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我们问一下陈数老师跟小爱啊，这次应该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出门购物了吧？这算是最长一个时间段没有去购物的吗？少女们心急啊！我是最长时间没有出门，截止到我们节目播出的话，可能是 Same here。对，6个礼拜。6个礼拜，那现在应该要学会网购了哟。对啊，就是把生活必备的物品买下来就好了。反正这个时候正好有充沛的理由，可以在家里穿最舒服的衣服。然后怎么舒服怎么来。
确实在购物方面对我来说就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以前都是攒1年的钱，留到年末的时候出去旅行。但是这一次疫情，我的一个给自己储备东西的假期就没有办法出去购物、出去买，我省钱了。疫情期间就非常省钱。没事，你就等于是攒15个月的钱。对呀，你理财嘛，对不对？嗯。其实一个人把钱花在哪里呢，往往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大家平时最舍得花钱的是哪些地方？一博，你平时最喜欢花钱的应该也就是滑板啊、头盔啊、摩托车啊模型。一博的鞋是有赞助的，太羡慕了。前锋，你这点出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太羡慕了，这你不知道，这个爱鞋之人都是太羡慕，第一时间上脚的那一款。黄轩老师平常喜欢买什么？其实我平时不是特别喜欢购物，我可能就是买一些生活必备的，其他我都很少去买。你像衣服，我就1年可能就买个1回这种。平时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买一些手工艺品，收藏。差不多，有时候会买一些老家具，都是跟艺术品有关的吧。哦，这个应该还是跟那个家里的这种氛围有关啊。曾祖父就是非常有名的了不起的书法家。书香门第应该对这些东西会比较感兴趣一些。反正我是从小好像就对这个就挺感兴趣的，逐渐接触到一些手工艺人，或者是我有一些收藏的朋友，就会跟他们学习很多东西。如果有条件的话，有机遇的话，就是遇到合适的喜欢的东西，自己也能买得起的，我就会把它买一个放在家里，或者平时来用，或者是来欣赏。厉害！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地方临时住，我想买个茶具或者是烧烤的炉子，我订了大概有20多天都没到，因为这个时间物流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可能是买个东西要等好长时间。我刚刚有看吴尊哥在揉肩膀，但是对不对？真酸了，是真酸了。吴尊老师，让我们看看吴尊坚持了多久。您是在用手拿着那个手机吗？您累吗？对呀，没关系，我有换手。我其实很爱逛超市啊，因为我以前都是攒1年的钱。烧烤的炉子，我订了大概有20多天。没关系，我有换手。没关系，我有换手。谁举谁都酸。不是，你们家后边那个灯啊，你前面搁个纸巾盒就行，你把搁在纸巾盒上就行。你平时送给你爱人的那个首饰盒，对开的首饰盒，对，打开它，大小可以放我们的手机电话，然后那个角度也特别好。陈舒老师平常喜欢把钱花在哪儿？买的频次最高的可能确实是在彩妆部分，连我特别熟悉的朋友都说，他如果陈舒有一天你不去做演员，你会是特别好的一个专柜销售，真的，因为你实在是太热爱护肤品和美妆了，就是在很多年前的事情。我把镜头拉下来，你们要不要随便看看吧？随便看一看，好多是不是？就是一部分收纳盒就是这样分类就放在这里。现在我有个观点，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实用性特别高，而且穿的几率啊、用的几率啊特别长，贵也值得购买，因为你把它换算成你使用的次数，它其实性价比是极高的。对，我起码有差不多10双鞋，一次都没有穿过。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机会，等着你没有机会搭配这双鞋。就是那你如果这个鞋子再便宜，它也是个没有价值或者说性价比没有意义的地方。对，因为没用到，没用上，对不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那个值得，而且你真的喜欢，而且会用的东西，贵一点也去买，因为会开心一点。对，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个人美学。因为我们刚才聊到民意的时候，日本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民意的专家，叫做柳宗悦，他出过一套书，这个黄轩老师可以去看一下《工艺之美，工艺之道》。对，他就说所有的美都是在用当中产生的。这个东西再美，但是你如果不用，它的气息，它的所有的状态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哪怕只有一个杯子，只有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跟它产生感情，你可以跟它产生故事，它只能够成为你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小时候使用过的那个书桌，那是你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因为你一直都在用它。
美的东西得多用。是的，是的。就像咱们长这么漂亮，要多拍自拍，因为美对，对不对？要不然美颜相机要多用。这么美啊！对对对。你这么美，你这么美，我怎么这么好看？对不对？要不然美颜。吴尊老师喜欢把钱花在哪些地方？比如说买家里面的东西。哦，家居的东西啊，这个我也比较喜欢，家里的一些摆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心仪的，有时候去欧洲看到一些老的家具啊，可以淘一淘，我觉得那个挺好的。最近就特别喜欢买，比如说跟迪士尼乐园有关的东西。哇哦！迪士尼也有那个手机支架。大老师，你过不去了，这个你给吴尊老师寄一根，你给他快递一个就得了。然后我也很喜欢买一些运动员的收藏品，因为我很喜欢运动。现在他就已经在运动中了，人家就是爱运动，太坚持，这就跟平板支撑一样，这叫支撑手机。没有，我其实是用手。你看我，小爱平常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主要把钱都花给父母，哥哥嫂子什么，然后他们的小孩，给他们买葫芦丝。古筝。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喜欢布置家里，然后我喜欢收集一些手工艺品。对，手工艺品，然后或者是玩具一类的。玩具是手办还是娃娃？我给你们看一下。哎呦喂！嚯！不过一转还跟我们家一样。这还有个人站在那。对。钢铁侠呀！哇 ，Iron Man， 质感比较硬的这一些。还不错。然后我，你知道钢铁侠如果去世会变成什么吗？会变成铁轨。没事，你接着说你的钢铁侠。好好的聊着，怎么就聊到铁轨上了？对不起。我有一天晚上做梦到我的钢铁侠。真的？就是梦到，因为一天到晚在家里陪伴着自己嘛，啊，对。就在梦里，自己每天都在演大片儿。你这睡觉的质量特别的高啊。峰哥呢？峰哥平常喜欢买些什么？我喜欢买点衣服，因为你的衣服不是一点儿，是这么大个儿。一直买，衣服的尺寸很难跟上我的体重增长。现在买衣服尽量是买 XL 打底。你这么着，你买2个女孩的裙子，然后缝在一起变成裤子，然后这样一个飘逸的这种裙束，是不是？对，你穿比较裙裤，学习一下怎么做衣服，就是把衣服 L 号变成 XL 号，怎么把它自己制作一下。啊，可以啊，我在家很喜欢改衣服。硬撑吗？怎么把 L 号改成 XL？ 怎么？你平时就可以多看一些就是时装秀上的一些款式，你喜欢的面料，你就把它截图截下来，然后在某网上就可以搜一下，你就只买面料就可以了。买回来之后，你可以把 T 恤衫从中间剪开，然后中间接一块这个面料，然后或者是你把2件就都不太喜欢穿的衣服了，可以把它拼成1件。其实这是2件衬衫，你找2件基本上大小差不多的。这一件衬衫的袖子可以给它这样围过来，先这样围过来之后，等着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袖子呢，它在下面，把它掏出来，正好每个衬衫这里都会有一个扣，在这打一个结。因为他们有一种叫做 remake 那个衣服，就是把好几件衣服拼在一起的，对那种。我有一件衣服啊，是把那个牛仔裤变成袖子，然后接在运动服上。一件白 T 恤，然后把它全都结成那个一条一条的，变成黑白条纹 T 恤，拼在一起。那是个抹布，你刻不好之后就是个抹布，变长了呀，太麻烦了吧？一块一块就长了。我跟黄轩老师2个人听得一脸茫然。我昨天晚上就是我有一件白衣服，滴了2滴油，我洗了3种办法去洗，那油都洗不掉，我就索性把这个白 T 的下半部分剪掉了，然后做成了女生的那个套头的那个发带，把剪下来的这一节，剪下来这个面料对折
对折之后，看到没？这样套一个花，得把它戴到头上。哇，心灵手巧，心灵手巧啊！然后把那一半 T 恤，你还可以就是弄上松紧带，给它抽成那种。就是比较紧运动变成运动 T 恤，对，然后你就可以配一个运动裤去健身去跳舞。我特别相信刚才小爱说的，把钱都省下来给爸妈、给嫂子、给哥哥用啊！哎呦，自己改衣服，自己在家改衣服穿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买的倾向啊，光靠说其实还是不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突袭天天兄弟和几位嘉宾的家，看看他们到生活当中到底都买了些什么。为了让今天的这个突袭呢非常的有顺序，将由最近掏空了年轻人的一种就盲盒来决定。哦，抽盲盒，一会儿呢我来抽出2个盲盒，上面写的名字呢就将第一轮展示自己家的厨房。哇，这个道具好玩！我们为什么不在现场？哇，就可以。特别喜欢盲盒。我随机的啊。买。哦，我出来了，下来了。这里面有我们的人像吗？这里是月饼吧？好，来看一下啊。来，哎呀，照片高天鹤啊，高天鹤呀，嚯，这西服。再看一下啊。哎呦，这黑白俩人配的啊！哎呦啊！哇哦！啊，吴尊，好，要突袭2位的厨房。我们首先看看吴尊家里的厨房。我之前就知道吴尊家里的厨房特别的有看头。来，吴尊老师，我们看看你家的厨房。陈述老师，赶紧看一下啊！可以了。哎呦喂，这么干净，从来没做过饭，真的。好整洁。对，这是拍广告的嘛？哦，那个是上面有很多那个去过各地的那个冰箱贴。对，就跟个后厨一样大吧？就去了什么国家都会买那个贴在那个。对。冰箱的食材有什么吃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就是很多家庭都在这一边，所以我们的厨房也会比较大一点。是个大家族哦，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放冰箱的，它有一个冷藏室，有一点点像。哦，你不会开了门出不去了吧？有那个钥匙吧？冻库。这人老眼睛怎么那镜头出现了一种中老年人玩手机的感觉。哦，来了。嚯，这么大！这边就有冰箱，冷冻冰箱，好像酒店的那很厉害的地方。后厨，然后就是很专业的，可能有些地方是放海鲜啦，比如说放鱼头啦，然后有一些是鸡肉啦，对，这些鸡肉都是你看都有写日期。这个好，这个办法好。我把肉冻到冰箱里，到就是要用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是猪肉，哪个是牛肉。分辨肉你杵它一下嘛，它只要那个肉闷儿，那就是牛肉。来，这边就放一些青菜喽。哇，你看还是按颜色分的，刚才那个绿的跟红的那个颜色都分在很细的，你看。就这个家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好干净啊。这边里面的冰箱就放一些，比如说饮料，这些牛奶、水果、牛奶啦、乳酪啦、优格啦这种东西咯，水果、优格，对，哇，他们家都按颜色分小朋友讲究。我们家里面的人他们都会比较注重整齐这个东西，喜欢对，所以这个习惯了。一般家里人一吃饭的时候，最多大概能有多少人一起吃饭？4个、15个吧，对。经常吗？每天吗？每天15个人吃饭。对，大桌。对。这边会坐大概7、8个人，然后这个桌子也会坐这样子，对。好热闹。那您自己平常会下厨做饭菜吗？我很喜欢做饭呐，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节目叫做《婚前21天》嘛，在节目里面您和太太让人非常羡慕嘛。我记得就是之前我去你的家，假装就是找你哥哥啦，就是想要来看你，然后听到你弹琴的时候呢，哇，这女生还不错。您和太太好像当年一起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做饭了啊？
因为我们去澳洲读书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然后都要自己买菜啊，自己在家里做饭。哦，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吃，然后也很喜欢煮。对，您太太自己也会做饭菜吗？太太自己？她是负责洗碗的。洗碗其实是最难的一个工作量很大的。那有时候她也会负责切蒜。天哪，你家是反过来的，你家都是我哥切蒜。对，所以吴尊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为家人下厨的这么一个人啊。我看您厨房里面也是琳琅满目，摆了很多很多的佐料啊，包括器皿啊，这个跟莹莹老师有的一拼啊。确实大量各种各样西餐的、中餐的，中餐也有那么多的菜系，确实是挺多的。对，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到一些这样的一些专门的店子里面去看一些餐具啊、刀具啊、香料店呐、松露对不对？买松露，我都会。不用，我们家还是有朋友可以定期送一点。你看看，专业人员，王一博的鞋，有人送老师的松露，都有人送。哇，不是，他们作为美食家是这样。作为美食家是这样。大家好，我是赵英宇，我是一个职业的美食家，做的也不是很好，只不过获得了法国香槟校尉蓝带美食家、国际美食美酒品鉴家、法国厨房协会大中华区终身会长。哦，对我们结婚之后确实是，如果特别是在出国旅行的时候，看各种各样，比方说厨房类的、餐具类的。家装类的、家居类的、生活物品类的，这是真爱。估计黄轩老师顶多也就是为了紫砂壶能够手拎一下，其他的。我的那个厨房就特别简单，然后就是一些基础用的做菜的这些器具和器皿，就特别简单。那就挺好的了。我们家厨房只有一个条，上面是订餐电话，剩下什么都没有。而且我家人也特别少，还不错。整个厨房的墙纸都是订餐电话，各家公司的啊，就是一电话，墙纸就一条。对，那个吴尊老师出去也会买很多很多香料回来啊。我也会，我很喜欢，就是出国的时候，然后买一些像他们讲的有一些盘类的东西啦、酱料啦。我最近买了一个给小朋友，他们非常喜欢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它的餐具是像一个旗杆，你看到吗？啊，它是在一个餐厅买的。这个餐厅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我也去过这个，买过这个，我还买过。哦，真的哦！你们家旁边那个彩虹小白马那个我也有。对，然后还有这一类的，比如说这种米奇的爱心焗烤，有时候我会做那种焗烤的东西，我都会放在这一边，他们就很喜欢这样子。对，哎呦，我可爱的啊！然后有一些酱料。酱料这种会去不同的国家，然后你看到有些餐厅他们都有卖，像这个我是在那个铁板烧的店买的啊。对，收纳达人。这个是沙拉酱，然后这个厨师我也很喜欢的。对，像这种酱料咯，这个在泰国买的。对啊。收集瓶子是吧？就是瓶子来讲，是收瓶子。今年买的，然后回来的时候都会做饭给家人吃，用这些材料试试看这样子。文莱有什么特殊的食材吗？文莱就跟三亚一样，出很多椰子。哦，椰子啊！我刚刚喝了一杯椰子水。椰子哦，对。而且大家其实厨房里面还有好多那种小小的家电，也挺有意思的啊。做面包的，做蛋糕的，像这种这个机器就。对，我的女儿就很喜欢用，因为我女儿奈奈她也是会做蛋糕啊。好的，辛苦吴尊老师了。我知道您还要去带孩子，我们就不占用您太多时间了啊。对，谢谢您，谢谢。载他们了，拜拜。谢谢。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好，谢谢。拜拜。See you。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鹤的厨房。好，该我了。非常有生活气息，进了厨房就跟进菜市场一样。这个是自热火锅。对，你买了这么些菜之后，其实吃的最多的就是自热火锅和方便面。我也有很多方便面跟自热火锅，但是我会买一些配菜来放到这个里面。哎，我也有，对不对？比如说什么红烧肉罐头啦，对，什么牛肉金头巴脑啊，那个还有卤菜肉啊，卤蛋什么类似的，对，卤蛋，然后还有香肠什么的。
一个人吃饭吧，其实蛮麻烦的。对，你做完之后，你还要洗碗。其实一人食的话，自热火锅呀、自热米饭，就是那种速食会非常好。哎，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单身人士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就吃素食？你说的素食是就是迅速快餐，就比如说我买了，你看很多速冻饺子。速冻的水饺啊，鱼排啊，哎，这个我也有。所以说，大家会不会吃这种东西？会，我有时候也会。黄轩老师也会。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在吃饭上浪费太多时间，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希望最好20分钟就能解决掉，然后我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陈数老师不会吃这些了吧？您在家里？我在家里其实。不是，其实我爱吃的是家常菜。当家里来一些朋友，赵老师亲自做相对比较正式的大餐的时候，我也同时一起分享一下。但比方说我在拍戏啊，在剧组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也是一个人吃饭。我也是跟黄轩一样的想法，就是好像花太多时间啊，折腾弄会很麻烦。前锋老师就自个儿一个人吃饭能吃1天，对不对？我有一次在机场碰到过峰哥啊，对，天爱哥肯定在那吃饭的吧？啊，那个画面，我以为他其实是团队在一起啊。我跟你说，戴着鸭舌帽，一桌子哦。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吃饭的是真的不将就。上次碰到天爱的时候，我是在那种机场的那种快餐店里面。对，他把快餐店里所有的快餐全点了。我每一顿都要求会很丰盛。就是可以不吃饭，但是但凡吃了，我就要求很丰盛。很多的那种素食的东西，我会往里面添很多料，比如说一些肥牛啊、香肠呀、鸡蛋呀。前锋是这样的，在机场呢就点一个东西，然后就说来一碗面，但是碗呢得给我大一点，然后就端着这个碗就在机场走。哎，您这是奶茶吧？来倒点，我要料。香肠是吧？倒一点。哎，这边卖光盘的是吧？来丢张盘进来。后来我就坐在峰哥的身后，然后我就看峰哥那个头就没有抬起来过。坐他身后干嘛？是长风是吧？那他也在吃。吃完之后端着碗这样他吃完了。前锋最后端着碗来了个下了个腰，对不对？来了个倒立，下了个腰。下了腰刚好跟我打一招呼。天爱。等等，刚刚发生了什么？下了个腰，错。哦，前锋下完腰之后摔跟头，在家下了个腰啊。天鹤，我看你好多农产品，你现在是不是助农嘛？助农，对，很多农产品。这一次疫情嘛，他们那个就是销路就不够嘛，所以说我买了很多助农的产品，但结果吃不掉。你给邻居啊？对，我会送给邻居，分享一下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我的微博，我在家里用了10天的时间，教大家如何储存这些蔬菜和水果。我做了好多种实验，然后也有好多菜都不行了，最后用了一种方法，就是锡箔纸，就烤箱用的那个锡纸。你现在就把你不吃的菜给它包起来，10天之后跟新买的一样。这个实验已经做到第9天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每一款蔬菜打开，给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它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这颗黄瓜是放在冰箱里，但是没有做任何防护的，9天的时间已经不能再吃了。这个呢也是同样放到冰箱里，用保鲜膜这样轻轻的带一下，它是有水分，表面有一点一点干。另外一个就是网上的方法，用锡纸把它包起来。哇哦，3！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惊喜的，每一颗黄花无论是表面还有手感都非常的好，好像跟刚买的时候是一样的。比放在保鲜盒和保鲜袋里多好，因为我用了很多产品一起做实验。就是锡箔纸，他以为自己被烤了，对不对？结果没有，以为自己心死了已经。天鹤，你榨汁儿啊？你把这些东西榨汁儿喝呀？大老师，你太聪明了。切完花，我准备买一个料理机，这样把它打碎。你等一下买一个那个榨汁机，加1块钱又能够买2个花椰菜，然后再买满90几块钱之后呢，还能够加10个西红柿。我跟你说，你这一串又把超市买下来了。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会不会跟风买一些东西？
男孩子跟风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小一点，女孩子会跟风吗？就是看到同伴有一支特别好的口红，你会不会要有一个？我觉得我不是很爱跟风，因为你现在自己已经变成了风。对，您就是风啊。我们现在在做断舍离。但是断舍离，我认为它不是你买来之后在家里说我该如何断舍离，你何苦当初你为什么要买它呢？对，我只是在站在那儿要不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常常在那儿就站2个多小时，甚至到4个小时，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这跟前锋特别像，他有一次买手表，我在他旁边坐了4个小时，最后他没买，哎呦，给我气的。黄轩老师应该也是一个喜欢断舍离的人吧？哦，对对对，我买东西特别少，我是觉得好像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是我自己需要的这些东西，其实有些也都有了，或者是有一样东西可以用很久，所以我平时就希望自己家里不要有那么多东西。而且东西多的话，你就选择综合症。你像我就是这样，我没东西可以选，我就那么几件衣服，反正每年的春夏秋冬，反正就那么3、4件、4、5件。哎，我也是，是吧？要不你还选来选去，还有搭配，哎呦头大。你还不如去看个书，或者是去喝个茶，或者是干点别的事儿。对。天鹤的那个冰箱里还有什么？我看看。冰箱的话在这儿了。饮料我真的还应该好好翻一下这个冰箱了，好久都没有。对，就是蔬菜、水果，然后喝的饮料这么多。现在这一格我好久没打开过了。这是什么？哇，天哪！化妆品？这是什么东西？哎呦我的娘！有好多面膜哇！但是你还吃面膜？都没有用过了。天哪，他们都过期了。2017年的面膜。你可以把它那个擦家具、皮质的汽车座椅都可以。真的什么？就已经过期半年以上的这个面霜就不建议再使用了。你可以把它擦那个汽车座椅啊，保养皮质。这个好哎，这个方法，这个是古董，是对的。2015年生产的面膜。啊，这个你可以收藏啊。黄轩想买。看年轻的一些人古董。对对。哦天哪啊 ！Oh my god！ 哎呀，什么饼？披萨？这个怎么办？干奶酪。这个怎么办？赶紧用锡箔纸包起来，10天以后就像刚出炉一样的。高天乐，锡箔纸包起来，10天之后跟新买的一样。大家就会不会在冰箱里会发现一些比较很久都没有用过的东西，最后过期了，没吃掉的。天鹤可以啊。你弄完之后还引出我们的话题，天鹤引了2个话题了，已经有任务的引了2个话题了。哦，特意搁那个披萨放在里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2轮啊，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啊？那应该是储物间了啊，储物间衣柜。有一猜就有我，肯定有我。肯定有峰哥储物才是多的，他们家鞋，峰哥给我的信件，所有的鞋子峰哥都有。Yes。来，2015年的时候的前锋的照片，古董啊！哇，哪有？就前2个礼拜的，峰哥，那你增肥效果挺好的。哎呦，真漂亮啊！这是小爱，你看这放到一块儿，01少女，湖南卫视就是够意思，给我放那么好看的照片。那当然，其他卫视都放不。你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好看的照片啊。好，接下来2位到自己的衣橱，首先是小爱，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衣橱。是我？对，是你。我突袭一下。女孩的衣橱，我全是高跟鞋。对，我先讲一下，就是我有2个衣帽间，一个是哥哥嫂子给他们每年买的衣服呢。我一个衣帽间就是主要放运动的，还有一个衣帽间就是我自己很多喜欢随意搭配和创作灵感的，另外一个有点乱，比较美，然后这一个就是比较简洁。另外一个是盲盒，就抽着哪个今天穿哪个。我有双下巴。哇，这一段可以，这一段张天爱惊现双下巴，热搜了。哇，好整洁啊！好整洁啊！这是平时穿的。对，这个就是黑白灰，
黑白灰，然后上面是帽子。哇，这是个专柜吧？哇，这是你们家呀？太整齐了吧？我觉得我的衣帽间特色可能就是我每件衣服都是我自己手熨出来的，每一件，无论是什么我都要熨。工作量很大呢。真的，有时候我只要一放假回家就熨1天的衣服。哇，这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那为什么这20件白衣服都是一样的，但看起来有20件呢？都不一样，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因为买到第3件就可以8折了。灌篮，对，很喜欢的。欧尼尔。对啊，我还有这个他的。喜欢体育啊。我没有这亲爱的衣帽间，就我的那个环节省略吧。鞋子也好多，运动鞋我看。就很简单的一些鞋。这么多。而且那个鞋摆的都是那种就是这样的，就是踏出去一步摆的啊，往前一步。因为这段时间不是疫情期间嘛，我就把所有的鞋用那个84把鞋底都擦干净。哎呦我的娘！新的吧？您就是活在商场里的一个人。对，然后如果就是你出门的话，我就会把鞋子穿回来，擦完之后再用鞋套给它套上。哎，你接这个业务吗？好，这是精品店吧？哎，我可以接这个业务。可以接这个业务啊？可以吗？好了，我跟你讲，等一下峰哥就会等你这个业务上门。这个衣帽间就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一下。紫外线灯。这个我有。还有紫外线消毒灯，它会产生臭氧，然后把螨虫啊，把那个病毒啊全都杀死。峰哥，你自己站在衣帽间，你就有臭氧了。我那个是氧，不是。看看另外一个衣帽间。这个呢？当当当，到了。哇！这个还好看点，太整齐了吧？这个好看一些，这衣帽间有很多不同的，还有画。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装那个袜子什么一类的。但是北京灰尘不是比较多嘛，这种平时出去买衣服都会送这种购物袋、睡衣什么的，防尘袋铺在上面，对，这样再封好。不可思议啊！不敢相信。为了节目吗？袜子都叠成这样。哇，这是什么？都叠成这样，你真的这么生活吗？而且都是新的，没穿过。没有，都不是新的，都是洗出来的。这不是新的吗？有毛球，你看。这是穿过的。对，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打毛器，就是特别好用，我就没事在这打袜子上的毛球。熨1天衣服，打1天毛。对，人家都玩手机连连看，他玩打毛球。毛球连连看。其实我也有一点收纳控，就是我特别害怕东西乱。其实我也经历过，因为太忙，本来特别整齐的衣帽间或者某个区域东西，最后也是乱七八糟，而且就会很焦虑。对，如果有时间了，我重新再干这个，因为真的是一取一放，真的东西又会乱掉。我看见整齐反而会焦虑，越乱我觉得我心里越踏实。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很好。我昨天晚上用20分钟做的，自己设计衣服。对，这是用我自己的衬衫做的。哇，这爱好！我之前有一件衣服也有了一点问题。我之前有一件衣服，找了一个郊区很空旷的地方，用那个涂鸦的染料，自己还做了一件衣服。后来我就把它给改了一下。我张天爱，我也经常干这种事。好看吗？我经常自个儿喷，对，我也经常自个儿做，很有才华哎。这种其实我觉得天爱喜欢这些东西，在这上面花一些时间进行琢磨，其实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很棒，而且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专注在里头，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放松。比方说很忙碌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把家里彻底打扫卫生。哎呦，跟我一样。刷碗、对，做家务。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在忙手工，但是人的精神反而是高度放松，而且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觉得这样特别好。我也一样，小爱真棒。黄轩老师，你如果要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种很安静、不被其他事情纷扰的这个状态，您会做些什么？我有2个事儿，一个事儿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安安静静的临字帖，写字儿，对，然后呢浇花，就把我们家那些植物。
一个一个去喷洒它们，教他们，然后听着那个土吸掉那个水的声音，就觉得哎呀，特别沁人心脾的感觉，就是哎这么一折腾一圈，特别觉得对，好像自己也给自己梳理了一下似的。你自己家也是这种四面，就跟拍证件照一样是吧？都是这样。不是，我是这个地方，我是那个临时住的，我自己家可能也会墙上有挂一些这个这个画啊什么的画，然后专门有个地方是弄展示壶的。对，一博，你刚才看到小爱那个的衣橱，你有什么感觉？你的鞋子还有你的玩具那么多，也会摆起来，因为我的头盔啊，然后还有乐高也很多嘛，也会把喜欢的东西会摆得很整齐，然后会展乐高来了，展到外面。对。头盔，哇，头盔，最近也有头盔。哦，王一博鉴定一下，这是保龄球是吧？保龄球啊，咖啡的，这哈雷那种头盔啊。哇，这个都有共同爱好。Motorcycle 酷，女生骑车酷。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峰哥的吧，峰哥。哎，这个环节不是取消了吗？这个环节啊，为什么不是取消了吗？没取消。这个非要没有，峰哥把人逼死是吗？来，峰哥别闹了，就取消这个环节吧。怎么了？我真的比下去啊？不是比下去，这根本就没法比，没法比，是。峰哥的衣橱，峰哥的衣橱，不是货。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是有衣服收纳师嘛？然后帮我上门来收纳完衣服以后，我每次拿出来穿一件，但是我就再也挂不回去了，就懒得挂。收纳完一回之后就感觉，啊，我还要再还有上门的收纳师，有。大家请看我的衣帽房间。我的那个环节省略吧，别闹了，不是取消了吗？峰哥的衣橱。衣帽房间。可以，哎呦喂，我都不敢相信。你别看乱成这样堆成山，但是我还是有分类的，乱中有序。哦，哎，我跟你分类一样，有脏的，还有脏的但是能穿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有分类。哪有？这个上面是我拿出来穿的，然后要的衣服。这下面这一堆呢，这个我理出来想处理掉的衣服。反倒这么一扔，你还能找得着，否则的话挂好了，你反倒找不着。对，这就是乱中有序，我知道哪一堆是哪一堆，哪一堆是哪一堆。看峰哥的鞋哦，这也是一种另辟蹊径的方法。每天晚上是。对，我家里面这个放衣服的空间，我现在才发觉还是小了一点。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挑房的时候要考虑好格局的问题，看多了看全了才比较好。现在我们知名的这个房产领军平台安居客联合全国多家知名房企，共同发起了安心在线购房季的活动，在家里面使用手机 VR 看房，即可连接售楼处看房，还有置业顾问边看边讲，全场特惠，折扣不停，还有大牌秒杀活动，让大家都能够挑到一个满意的房间。一定要挑一个比我这个大的。来看你的鞋，鞋在另外一个房间。装鞋，可以啊，可以啊，鞋还是整理的，鞋可以啊，这屋肯定有味儿，峰哥是不是？这屋我特意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特意装了一个空气净化器，就防它有味儿。厉害！峰哥，我推荐你一个，就是一个鞋盒的那样的鞋，就是这个可以插电可以晾着。对，我知道，我也买了这个鞋盒，还没发货。这个好像打响起就可以晾啊。真的吗？
不可以蹦迪是吗？一直这样打就可以。一打响它就亮了。这个可以亮，就是说你有声它就亮，接电。哦，声控的。我天，前锋你有多少双鞋？你算过吗？我目前没怎么算过哎。我一共大概也就是5双鞋、6双鞋吧。1双黑皮鞋，1双棕皮鞋，1双高帮的靴子，然后1双拖鞋，然后1双运动鞋，然后1双布鞋，大概就6、7双鞋吧，整个。断舍离的境界就是你穿来穿去就那么对。你们记得我夏天整个就是1双人字拖，对不对？对，拖鞋，对，我觉得特别舒服，一个背包特别的舒服。但是因为峰哥是像天鹤他们是喜欢那个鞋摆在那儿看着高兴，成就感，你感觉自己有这些好玩的东西。所以前锋，你平常买衣服，你会在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衣服要住在哪儿？你会不会有这种规划？没有。反正买回来，我现在买衣服不像以前那种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没怎么穿过的那种衣服。现在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百搭的这种外套啊，还有黑色 T 恤、白色 T 恤这种，利用率高。我特别记得峰哥曾经买过一床被子，不是买床被子，买过一个羽绒服。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知道这个上过热搜第1的羽绒服，就是穿的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绿色的，穿的跟一个风油精似的啊！我跟你说，这件衣服还真不便宜。那肯定的，设计款，那个设计师早就转行了。啊？谁没事设计这么难看的衣服啊？来，峰哥穿上走个秀，穿上了，我要开始了。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天哪！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绿的，穿的跟一个风油精似的啊！寄出来的效果你知道吗？跟个粽子一样。再展示1、2件奇怪的衣服嘛。他来了，这是秩序变魔术变。哇，为什么买？这个衣服怎么样？不奇怪，对不对？一条比较奇怪的裤子。这条裤子叫做“你是我的牵挂”啊！你们的衣服对于我来说太平常了。展示一下。哇！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工作找得快，立马赚到钱。我特别记得峰哥曾经买过一床被子，不是买床被子，买过一个羽绒服。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知道这个上过热搜第1的羽绒服，就是穿的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绿色的，穿的跟一个风油精似的啊！我跟你说，这件衣服还真不便宜。那肯定的，设计款，那个设计师早就转行了。啊？谁没事设计这么难看的衣服啊？来，峰哥穿上走个秀，穿上了，我要开始了。这个上过热搜第1的羽绒服，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跟一个板砖似的，是吧？绿的，穿的跟一个风油精似的啊！哎，它像一三明治，两边给它加中间了。不懂，这叫国际时尚。哎，这个牌子叫什么？叫做你开心就好，对不对？这个牌。这个牌子叫汉堡包。前面好像穿过这个衣服去相亲，对不对？对，跟袁姗姗吃饭。袁姗姗还以为走来一扇防盗门呢。我那个卖给我这件衣服的人，他说大哥你别这么穿，他说前面太平了，他说你后面有个带子你系一下，然后我系出来的效果你知道吗？跟个粽子一样，我看一眼。跟个粽子一样。哎，你这样像那个白雪公主，底下有个裙子。
红高粱模特队吗，哥？我的钱梦，既然把话题已经聊到这儿了，再展示1、2件奇怪的衣服嘛。你在那个代购那儿还买什么了？钱梦其实特别热衷于展示奇怪的衣服，你知道吗？奇怪的衣服。但是你们发现没有，有一些奇怪的衣服，就是要一些有匹配他气质的人来穿，就别有另外的风味。这个人他来了。你看他的猫先进去劝他说别出来，主人，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哇！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王子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叫他小云进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朝你们飞来了！天哪！这是智取威虎山吗？变魔术变。哇！为什么买？峰哥，我觉得你别听他们的，我觉得你这2件衣服都能给女生安全感。真的吗？就比如你接女朋友下班，然后她大冬天还穿超短裙，你就过来说干嘛穿这么少，这里还抱。对，然后就这样一抱，就全都。对呀，偶像剧里那种。峰哥是那个衣服的牌子还没摘吗？衣服的牌子还没摘吗？对啊，他准备退的。我吊牌还没摘呢，我这刚买的，新买的。哎，高天鹤，你有什么这种怪怪的衣服吗？等我一下，我一定要给你看一个。大家在这个环节嗨了啊！哇！你这个不就是那种哥特那种衣服而已吗？一个平平无奇的连体，这个衣服怎么样？不奇怪，对不对？嗯，对。这是什么？露背的？是假的吗？是画吗？是真的，我的背。他那个是塑料。这是真的，我的背。哇哦，好棒哦！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件衣服穿的这么奇怪，我穿去机场了，被拍出来之后，我整个人惊了。不，你不能这样露穿，你这个里边要叠穿一个东西啊。对，我就叠穿了一个东西，我叠穿了个背心儿，我叠穿那个背心里边更奇怪，就好像我穿了个胸衣。我有一件衣服跟你很像，我这个衣服后边也是露的。哇，你这露的好多啊！对，那后面你会配一件什么衣服穿？对，我穿的就是这个衬衫，然后从这个高领里边再把白领子揪出来，衬衫后边会蓬蓬的，就很好看。真棒！一博，你有这种怪怪的衣服吗？我今天也带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一条比较奇怪的裤子。哇，这上面好多线啊，上面很多松紧带的裤子，很好看啊。可能在舞台上唱歌是不可以的。对啊。很好看，很好看。好看，好看。它是穿起来之后其实是比较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这条裤子叫做你是我的牵挂啊！你不怕走在路上就被谁勾住了吗？就是那种经常会勾到，因为有扣子，对不对？我们就会挂住这样。啊！你们的衣服对于我来说太平常了。展示一下，来你的演出服。我去拿一个。哇，这个门。这个家像，这也太花了。迪厅，给我先来个果盘，大张伟啊。这是个衣柜，这是我的那个其中一个衣柜，对，然后，你看这个衣服还全是灯泡。哇，这是我有一年跨年穿的，就是当你跨年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要对自个儿好一点，在演出的同时也要给自个儿拔罐子，帅气，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帅气。然后我还有一件衣服是我新做的，还没穿呢。我本来想那个别着急也不穿，但是因为改变这个衣服特别酷，是在于它上边有我这些年的好多歌迷人。各个演员，然后我的果汁分几半刷。哇，这个好哎，这个好哎，因为马上我们的疫情就要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呢，我要穿这个衣服给各位好好的演出，但是那个时候有点热，没事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穿这个衣服能为我们特别灿烂明媚的明天而撒花。接下来我们再来突袭一个地方，我们刚才突袭了厨房、衣柜、衣帽间，还有2位啊，黄轩跟大张伟。那还要摁吗？只剩我们俩了。对，那机器不要钱啊，得用回本啊。这个盒真的挺好玩的哦。接下来这一轮呢，我们就是休闲
娱乐空间啊，大长腿儿啊，大张伟，哎，多累啊，哎呦帅气！黄轩老师，我们首先来看看那个大张伟，大长腿，哎，对，对，大长腿，大张伟。好，哎，现在可以看见我了吗？这个天花板跟墙啊，这边是我那个平时录那个小样的设备，就是这些东西啊，对，然后有好多的麦克风，1个麦克风，2个麦克风，3个麦克风，4个麦克风。然后你们可以看见我后边的线，就是我的线。对，这只是几个设备的线而已。然后呢，这边是那个 DJ 台啊，哇，还有光那种闪光球，对，放起来。哎呀，甩起来。对，激光，对。然后这边是那个我喜欢的那个动漫的那些人物啊，然后下边是我喜欢那些乐队，就是他们的那些玩偶啊，对。然后这边是三 D 盖恶搞之家，这是辛普森，这是辛普森。对你最爱的辛普森，对。奖杯，哇，这么多奖杯，大张伟是个天才。是的。行啊，这边是我的那些磁带，哦，打口碟、打口袋啊。好，这边是我的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么个书，对吧？哇！然后这边是我是有分类的，这上边呢是带画的，然后看一看挺好玩的。哦。这边是历史书，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那些历史人物啊，但是其实他们的生活也很悲惨，所以让我自个儿觉得自个儿的生活还不错嘛，我就不要再抱怨了。好。这边是我那个自我心理治疗啊，然后解心宽的书啊，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层全是我的脑洞类的书，比如说，哎，峰哥搭讪经，这个就是全世界，然后那个跟女孩怎么聊天的那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要搭讪，反正就是书是分不同的类别。好，这边就是我的线，一堆线，这边就是我的链子。大老师还送过我一个链子，我永远不掉链子是吧？对，绝对不掉链子。好，上面是我的彩灯，这个彩灯是可以随着音乐动起来的。然后呢，现在就不动了，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浮夸的人，从我的家里装修就可以看出来。好的，那么下面这是我所有专辑的一些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的金唱片啊。一般只要是专辑超过每张卖100万的话，就可以搁在墙上的金唱片，我自个儿给我自个儿做的。Cool。大概就是这样。好嘞。你家东西太多了。跟你们相反，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任何地儿是白的，因为我不喜欢白色，所有地方必须都有颜色。我们俩完全相反。对。一般啊，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啊，基本上都会给它取个名字。有的人，比如说是就是紫金阁什么类似那种一定要有个名儿，是不是？你比如说丰子恺先生啊，他的那个斋号叫做圆堂，缘就是缘分的缘。啊，那我叫什么？我叫跳跳糖。跳糖，这里都是可爱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知道，好像那个地方是你的冥想室。对，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乱，我看着也吵，我也得闭会儿眼，这屋里太花了。但是我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我自个儿在游乐场里那种感觉，就是我喜欢，就是一种自己的热闹，我不喜欢一堆人热闹。就是如果是你看，比如庆功宴或者一堆人聚会，我特别不喜欢聚会，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我自个儿一个人的热闹。就是我感觉这个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哦，是。然后，但是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合适，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认为的最好的境界。所谓我认为断舍离的概念，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身心愉悦的东西，就应该去买啊。所以说我能留下这些东西，虽然看着多，但是它每一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看见它就会开心，它的作用就是极致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对，无论是断舍离还是不断舍离。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家里都是一个场，你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围绕着你的这种气场去营造的。你在外面再辛苦，然后你一回到家里，你回到了自己那个场里面，很容易把一些负的能量给交换出去。因为我觉得这一切的东西，首先是你的喜好才造就了这个场。对。然后那么你在这个场里，你觉得舒服，能待得住，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黄轩老师吧。我其实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基本每天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小书房吧。哇！不知道还以为看着张铁林家，哇，好厉害。对，然后这是一个清清爽爽、简简洁洁，可以打坐的地方。这是你写的吗？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字帖，是我临摹的那个书法家王铎写的。我每天在临他的这个卷轴。临摹啊，很厉害啊。这些都是我临的我非常喜欢的书法家的字，写的还是要有待提高。然后这块是我的写字的一些储备的纸，跟拍博物馆似的。这是我最近有看的一些书，差不多我最近的生活就是每天写写字儿，打打坐，然后看看书。这个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好。你像衣服，我就一年可能就买个一回这种。平时花钱买一些老家具，我不想在吃饭上浪费太多时间，浇花、写写字儿。那您一般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什么呢？我每天大概静坐冥想，至少半个小时，有时候1个多小时。哦，你会你现在能很快进去吗？就是那种特别平静的那个感觉里。没有，经常是不平静的，反而你坐下来了，你的那个很难静啊，特别多。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坐一会儿，好像内心自然能静一下，然后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念头和想法就会出来。那时候我们拍《妖猫传》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拍了几天，我觉得我感觉没找到，然后我就问凯歌导演，我说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他说你别的都不用做准备，你就保证每天你睡觉之前静坐半个小时，他说你就能把这角色演好。他说这个能量是从安静中来的，然后我就这个习惯就一直就到现在。最近呢，又是疫情，我也不想出去。我觉得平时好几年都特别忙了，我就终于可以最近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看会儿书，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特别的好，但是前提就是要能够达到一个静的状态。但是其实这个非常非常难。黄轩，你现在能教我们吗？就是什么样的状态算是一种打坐？对，他需要盘腿，或者是需要怎么样？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有一双拖鞋，穿了4年多。我最厉害的一双拖鞋穿了8年。这有什么？我有一件上镜率非常高的衣服，10次有6次都拍到是这身衣服。那有什么？我前几天家里面翻出来，我跟我初恋女友所有的互通信件。这有什么？我在我洛阳的家里翻到了我很多。哇！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工作找得快，立马赚到钱。黄轩，你现在能教我们吗？就是什么样的状态算是一种打坐？对，他需要盘腿，或者是需要怎么样？就是不是。坐下来，我觉得坐姿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坐直腿。如果你单盘可以，你就单盘；如果你可以双盘，那你双盘。哇，然后从脊椎到头顶一定是尽可能的要坐直，因为如果你坐直了，你的气脉是通的；如果你这样是坐不直，它气脉有时候会堵。然后呢，肩膀和这个手就是自然下垂，很放松的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其实就是保持这个姿势就可以了。一博，你能双盘吗？一博，我可以，他没问题。估计不行吧，我得试试。老练武应该可以啊。练过舞蹈的人就比较容易。老练武应该可以啊。练过舞蹈的人就比较容易。不行，小心，不大行。哦，行，没事。我可以，哇，王一博可以，一博可以，陈数老师应该也可以。一直在，人家正在盘着呢。那个角落叫盘丝洞，我天啊！
峰哥盘一个。来，加油！我太难了。算了。然后呢，那个黄轩老师，做好这个姿势以后，其实就是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一呼一吸之间。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肯定也会有很多奇思乱想的念头出来，当然你也不用去抵触它，它来了就让它来，走了就让它走，其实就是这样，你就简简单单的就坐一会儿。容易睡着吧？有时候你要累的时候，你就别做了，因为容易睡着。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能安静梳理自己的一个方式吧。我看那个陈树老师好像一下子就是您平常也会静坐冥想一下吗？早晚各半个小时左右吧。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之后盘腿这个事儿对有很多人有难度的话，其实不一定盘腿，你坐在一个跟自己的臀部高度差不多的椅子上，就是腿平放，你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就是这么普通的坐在椅子上，也是一样的方法。我喜欢那种泡在浴缸里的时候，闭眼去冥想，好酷啊！有时候自个儿给泡飞了就直接。每个人放松的状态不一样。既然聊到刚才那个黄轩老师在写字啊，我们现在大概每个人写一个字，就是来表达自己目前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状态。我写了一个安静的安啊，因为我儿子叫汪世安嘛，我现在每天都陪着他，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学之道嘛，是吧？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定。好，小爱写的是镜子，我们可以搭上一对儿，安静啊。哎呦，你看也是一个宁，对，宁静。学习的学，天天在家学习。学一些魔术啊什么的一些兴趣爱好，学做饭。愿就是希望这段时间早点过去，然后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厅好好录节目，然后一切都步入正轨。好，来大长腿儿，在这写了个8啊，因为我觉得这些天感觉每天都是循环的。就是一直就感觉是无限的在过同一天啊，但是我也觉得一切都能够马上变好的，一切都能够马上过去吧，就是这样。过去吧。前锋写了个什么字？这个字啊，哦不，这个字是梅花的梅字的古法的写就是这么写的。哦，这个字读梅花的梅。哇，你写的那么雅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很少有人写啊！我的天哪，前锋。但是我的解释可能就没有那么雅了。没事我们不听好吗？然后像黄轩老师，您为什么写的这么棒？我们看看那个黄轩老师写了一个什么字儿？黄轩老师已经变成了一张皮克球，是吧？大家定格了。简啊就是这一段时间过着非常极简的生活啊。这个画的特别像一漫画啊。特别像我这杯子，特别像我这个杯子，跟我这个杯子特别像啊，这么可爱啊！最近网络上面兴起了很多分享美好生活的活动，比如说前段时间有晒冰箱美食大赛啊，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玩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请每个人分享自己家中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小物件，然后说出一个特别的理由，接力的人必须以这有什么作为开头来挑战，比如说打个样，我家有儿子，我们都输了，他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作为父亲责任重大。那有什么？我前几天家里面翻出来，我跟我初恋女友所有的互通信件，哇，好大一叠。这有什么？在疫情期间，我也像王一博一样学会了变魔术。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普通的纸巾盒。好，我一抻还一张，我看过。一抻还一张。好。对，没有，我看过。没有。我的东西是这样，这有什么？我有一个按摩仪，是一个八爪鱼，这个是一个，然后这个而且是那种脑电波。然后一搁在这儿，它会能控制你的脑电波。
对对，这有什么？我有一幅画，这是我自己，这是我们巡演的时候我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是粉丝朋友送给的我画，所以一直留着。挺好，挺好，这张画挺好。有一双拖鞋，穿了4年多，到现在为止还在穿，它是千层底的布拖鞋。哦，这样我觉得比较养生和健康。我最厉害的一双拖鞋穿了8年还是多少年？这有什么？我有一件上镜率非常高的衣服，然后这件衣服有多高？有10次，有6次都拍到是这身衣服。好。有人就问我说：“你怎么还穿这件衣服？”这有什么？我在我洛阳的家里翻到了我很多小时候的一些魔术道具，最后给小时候就有大家看有照片，因为小时候就买了很多魔术道具，埋下了变魔术的种子，然后就现在就是很喜欢变魔术，然后也在钻研。这有什么？我翻出来，我在疫情期间 DIY 了一样东西，一样艺术品。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是妈妈做的，有一条裙子，就是让我印象深刻，我穿了很多年。后来我把这个裙子做成了一个画框，把它送给我妈妈。哇！这上面的小松鼠，这些都是我妈妈自己绣的。哇！我妈妈手好巧啊，手工艺大师，哇，好厉害！谢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承载着美好的故事、情感、生活理念的物件。其实每一件物品折射出你和这个物品之间的关系和你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古人说啊，叫大道至简，就好像刚才那个黄轩老师写的那个“简”字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最终是不为物所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关键，也就是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断舍离。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找工作上58同城，工作找得快，立马赚到钱。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几个月的宅家教育，你崩溃吗？欢迎一下黄觉老师、麦子老师和张明志老师，欢迎。因为这个疫情原因啊，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啊就宅在家里，他们的教育都会发生哪些问题？我是完全可以配合学校，就是说去医学的那种。我们拒绝了网课。两位开始 battle 了，哇！我不希望这段疫情当中结束，他们是没有收获的。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根本就别学习，学习上进步一点、退步一点，我觉得倒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彼此之间相处更重要。我儿子跟我说，我在他心目中的排位现在变成了最后1名，但是我也不会放弃的，我是走这条路的。焦虑或享受，你是哪种？来绝不行，来绝过的啊。对呀，这会超你家桌子的长度。书桌是桌子呀，桌子是书桌不是吗？这是长，那是宽，懂吗？看样子你一点都没有吸收昨天的东西嘛。你要气死我是吧？来，爸爸，要陪我们一块做作业。不要玩了呀，九九跟你玩吗？现在做作业，今天什么都不行嘛，陈继宇啊。关键是这不是一天，这1个多月天天如此。还是引导孩子天性，等待开花。哎呀，好漂亮啊！我皮死了。很好哎。在这出炉了吗？差不多了吧。这5星厨师才能做出来的牛排。厨师才会做出来的牛排。人间极品。有了新音乐。妹妹在打碟呢。我基本上是一个空气透明的。黄觉老师是无为而治。对。放轻松，化学博士带你学出新花样。3、2、1。好玩！哦，一杯水。
哎呦，天天向上，收视长虹，谢谢。下周日晚，天天向上，看别人家的孩子假期养成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到这个时间段也要做断舍离了。感谢冠名商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找工作的就让58同城，工作找得快，当天就入职。58同城招聘行业的领导者。好，谢谢各位，谢谢。